这是中国参与过的最大项目，但怕真要干不下去了。项目总预算超5个恒大，10万亿，长170公里，面积比3个上海还要大。那我给你简单盘点一下，中国都参与了沙特未来城的哪些项目？比如中建负责未来城的关键隧道项目，铁建负责隧道的支动项目，也就是为隧道施工前先挖出来的辅助隧道，现在都已经完工交付好几条了。华为、阳光和远景负责他们一个超大规模的氢能源和储能项目，目标是2026年底之前呢，每天要生产600吨的纯氢气，还将安装一个400兆瓦的光伏系统和1300兆瓦时的储能方案。电建就是负责宣传片中最显眼的那个明晃晃的100多公里长、500米高的镜面大楼，他们叫 The Line 的打桩项目。苏美达负责项目建设期间的各种临时电力支持，中国港湾负责港口的项目。干工地嘛，这里自然肯定少不了3一重工的什么起重机、挖掘机、装载机等各种工程机械参与的各种项目。当然还有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，就直接说这沙特未来城为什么怕是干不下去了呢？他们除了要在沙漠中建设这个170公里的城市之外，还计划在水上建一个8边形的未来化工业城市 Oxford， 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浮动结构，估计是打算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像新加坡和香港一样的世界港口中心，要连接全球的高科技制造研究和物流。新加坡不就是靠这边有钱的吗？还有一个叫新达拉的豪华度假岛，里面布满各种豪华游艇之类的，就像我们之前说世界人均 GDP 第1的摩纳哥那样，打造一个土豪圣地。还打算搞12个豪华沿海度假村，组成一个社区叫麦格纳，估计想做成类似什么普吉岛、马尔代夫那种。最后还有一个叫 Trajana 的超大型室外滑雪场，虽然还没建好啊，但现在已经确定在那里办2029年的亚冬会了。关键这玩意儿明年是在哈尔滨办的，29年却直接干到沙漠办了，是不是难以置信？沙特为了营销这个项目也是拼了呀。当然还有其他的我就不细说了，比如什么6500公顷的农田呀、大型机场、酒店等等。整个项目从2017年启动，原预算只有5000亿美元，计划2020年之前呢就要完成大部分，但后来发现这点钱完全不够用呀，以至于现在都要2025年了，还差得远。项目预算也直接飙升到1.5万亿美元，相当于10万亿人民币，计划也直接延期到2039年才能完成大部分。还有更多的报道说这个项目已经大幅缩减，本来计划2030年有150万人住进这个未来城，但现在已经被缩减到30万人了。很多人都觉得它会像迪拜的世界岛一样成为烂尾项目。更关键的是，这项目等于是沙特的孤注一掷了呀，沙特把未来全压在这了。你眼看大家都喊着要碳中和，我们国家也大力搞新能源汽车等等，这都表示石油的需求以后会逐渐降低，而沙特又高度依赖石油，所以他们就一直想着赶紧转型呀。第一就要大力发展旅游业，那什么度假村、度假岛、滑雪场、酒店等等，都是为了旅游业准备的，不然游客都被隔壁的迪拜给抢完了，那沙特不吃石油就只能吃沙子了呀。第二，他们也想像新加坡、香港那样搞个世界顶级港口，成为全球的贸易中心，那也能赚得盆满钵满呀，而且还能以此吸引全世界的顶级人才和投资者，一跃成为像新加坡和香港那样的发达国家和城市，想想都高兴啊。但有时步子迈得太大，就容易扯到上。沙特去年GDP 才1万亿美元，假如这玩意儿要没搞起来，1.5万亿打了水漂，你觉得沙特还有多少钱能再这么玩下去？